大家好，我是大伟。这一期咱们来讲一下偏瘫后的康复，我会用10年的经验，把一些精华全部分享给你，告诉你如何从一个偏瘫的状态逐步的走向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我们把偏瘫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毫无知觉型的半边身子，另一种呢是有知觉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控制力较差。最后一种呢，就是说你已经脱离了前2种已经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和操作，但是呢非常的困难就这3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如果你自己对这个视频它是有需求的，或者家里面人有需求，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同时或者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我们直接讲内容首先我们先讲第一种就是你的半边身子完全没有知觉。这种类型我们怎么做呢？一般来说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它活血这个活血非常重要。如果说你不把它的血给它盘活了，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就在那里不能动，那么它即便以后慢慢的建立起了一些神经链接手能慢慢的操作了，它的这个后期恢复会大打折扣恢复10成半，而且还特别的折磨人。那么我们怎么去建立起它的一个活血呢？就是在它的末梢关节先弹比如说手指是怎么弹呢？手指就这样用手去弹，就这样非常简单。每个手指弹到它稍微有一些痛觉，或者呢你数数字，每个手指你弹一个30下到50下，弹的有些发红就可以了。脚呢就在脚趾的位置也一样，把它脚拿着，然后用手去弹，每个脚趾都要去弹。好了，弹完了以后呢，就是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活动。手上的活动呢，一般是抓着手给它简单的晃一晃，或者手往下推一推这样的话呢，帮助它进行一个活血。因为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还最重要的是和这个患者进行一个沟通，帮他建立起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预期让他的情绪价值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有些人呢，他的这个情绪非常的差，非常的低落，这对于康复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作为家人也好，作为护理也好，都是需要帮助患者建立一个好的心理预期。同时呢，每天帮他做这个动作，就是弹完以后呢，像手一般可以抓着它简单的进行一个活动。脚的话呢，就是把他的这个腿你看往回去推一推往回推一推简单的去帮他活血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到第2个阶段呢，就是说病人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意识了手能简单的控制了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始拉什么叫拉呢？就是要把它这个筋给它拉开来。最主要的是几大关节，第一个是手指关节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拇指，我们可以用你的手就压着他的手然后呢这样用，比如说这是患者的手这是我的手我带着他就怎么做呢？就这样带着他去做带着他去做。你把你的手张开来，他的手会跟着去张开来就带着他去做陪他去训练这样去做。然后呢，帮他去压压手掌比如说这是患者的手，还一样是患者的手，你帮他压压手掌，一边压的时候一边去做每天就这样去陪他去练一练。这样的话呢，他是被你引导着把这个手上的肌肉给激活建立起一个神经的一个感应。然后呢，手上也一样，活血也是一样就是抓着它抖一抖，拉一拉，手腕拉一拉，然后手肘这里帮他推一推，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基操。那么脚呢也是一样，脚的话呢，咱们戴一个手套，是把他的这个脚也是比如说这是他的脚我们就帮助他捏一捏，揉一揉，模仿一下这个走路的姿势，也是帮助他进行一个辅助型的运动。同时你要让他配合你，就是你让他比如说这个脚，你让他脚尖往上勾他在勾的时候他可能勾不上来比如说他勾不上来，你要手帮他一下慢慢的建立起他的这个意识，他这个康复速度会恢复的非常的快这个呢是针对第2阶段的。同样你日常当中该给他活血要给他活血。好了，第3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已经通过你的精心的照顾已经开始逐渐的建立起了这个意识，手呢也能控制了，走路呢也能走几步了但是可能不稳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主动性的一个去训练增稳的训练啊，这个训练非常重要。我们先从腿部的开始来讲，腿部的动作非常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只需要这样去夹去画圈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当中有很多的细节，你要逐渐的去把控。这个动作不仅仅它作为一个偏瘫人士康复训练的一个首选。同时呢，对于一些年龄较大的人腿脚不太好的人，你把这个动作也加入到日常的一个锻炼当中，因为这个动作它不仅仅能加快你腿部的整个循环代谢，同时呢还能加强你腿部每一块肌肉的力量。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要活动我们的脚腕，把脚腕你看这样尽可能向外打开，然后呢沿着我们脚打开的这个方向，把腿你看伸直。我们脚在往前走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摩擦力的所以呢，你的腿部会感受到阻力。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脚底这一块在往前推的时候，你要始终的去贴着我们的地面，你不能推着这个脚就翘起来了，这样就不行。你看，这样它就把我们前面这一块全部把它拉伸开来了，然后把它并拢，锻炼了我们的大腿内收。往回拉，锻炼了我们大腿后侧，也一样的我们往回拉的时候，你看这个脚是脚掌整个面都是贴着我们的地面走，你看往回拉，再来，就这样，每天去练这个动作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好，把我们腿部的肌肉全面强化的同时呢，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个代谢，还能帮助我们拉筋所以呢，你把这个动作一定要记会了，练熟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手上的一个动作训练。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简单我们用健侧的手带着患侧的手去做你看五指对在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像一个水母一样在海中往上去飘它做的就是让你的手始终做这个动作，用你的健侧带着患侧，慢慢的把患侧变得更加灵活。你看，我们手对在一起以后，然后来慢慢的把它张开来，形成这样的姿势。好，然后呢，再把它立起来，立起来，然后向上推，向上推你看，向上推。然后呢，再把它立起来，向上推外张你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做慢一点，就是你看，来走上打开回，上打开回就这样，始终做这个姿势大家看，是不是看起来也非常的好看？同时你去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手掌的肌肉发力全部都在跟着运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它是有阻力的，它不是没有阻力的。你这样做是没有阻力的，但是你在一起，你想把手上推开来，它就是有一定的阻力你配合着这个阻力把这个动作给它做起来就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把手上的这些精细的一些操作给它建立好。手上的操作建立好了以后，那我们对于大关节比如说腕肘肩这些呢都可以慢慢的恢复了所以呢，一个是腿我们为什么放到前面讲？因为腿非常重要，腿是锻炼我们的行动能力。所以这个腿上的动作，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最好的王牌动作，全面的强化你的腿部，而且还不怎么费力，而且呢，在你有一定阻力的情况下还能拉筋。这个腿部的动作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就是手部的动作，一些精细的动作的锻炼，这个动作也需要每天做，没事的时候就练一下。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讲的这么详细，就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收获了这个视频当中满满的干货，能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同时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是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希望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